不要命了！喂，谁让你上来了？我是医生，前面车祸了，开车。这应该是本世纪最新式、最不讲道理的搭讪方式吧？非紧急情况占用应急车道，罚款200，扣6分。我愿意为我的错误而承担责任。救援车辆已经在赶来的路上，但凡耽误救援，你负得了这个责吗？要不是你，我早就下高速了，根本就不会耽误救援。吵死！在高速公路上面下车也是违法的。这个事情警察说了算。我是医生，前来协助救援。违规占用应急车道，您处理一下，谢谢。好。保队，请大家往后退，保持安全距离。救援队马上就到。我是医生。女士，你没问题吧？你怎么样了？我先救孩子，求求你先救孩子。你稍微等一下，孩子，我先救孩子。大家看看啊，竟然还有这样的！距离追光救援基地3公里的高速路段发生了车祸，交警和救护人员正在赶往现场。你们基地离现场更近，请你们立刻前往现场协助救援。是，刘主任，我马上赶往现场协助救援。喂，你当心啊！宝贝儿，来，慢点，脑袋，当心！好了，好了，宝宝。喂，你们还有多久到达现场？还有1公里。好，随时同步现场情况。没事了啊。翟医生，怎么样？女的情况没问题，男的情况不太好，但门已经压变形了。好，闪一下，医疗下。哎，这里门开了！哎，坚持下来，兄弟！来，咱上压去。坚持下啊，兄弟！不要！让开，我来，我来！小关啊，小关！
有问题吧？扶一下。准备纱布胶带。清楚！好，来，坚持坚持。来，这条路小心小心小心。走，走，来，大家，来，这条路小心小心小心。小心啊！来，慢点，慢点。来，跟我，走，走。金奶奶，罗律师啊，您早。早啊。哎呀，还是老样子。哎呦，谢谢啊，谢谢。今天上午11时18分，西草路发生车祸，造成严重拥堵。罗律师，谢谢罗律师。不客气。更新救援包物资的发票。好。你给大家买的救援包从来没有用过，反倒还要经常更新。希望永远不要用上。你怎么才来啊？马总等你20分钟了。路上有点事儿耽误了。这是什么呀？捡的，这里面有证件，先放你那儿吧。好。走。那边任务紧急车道被交警抓了，这就是人与人的差距。这兄弟是赶着去投胎的吗？我。马总，久等了。哎呀，罗律师要红了啊！这朋友圈一刷全是你。你说你为了见我，你搞这么大排场，辛苦辛苦啊！哎，罚单算我的啊。多谢马总。那我们就不要再耽误了吧，直接说正事儿。我们公司和如一影业的并购不是已经到了尽职调查的阶段了？本来一切都挺顺利，可是谁知道突然冒出一个小画手，非要联合其他的画手一起搞维权，不满足就把事情搞大。马总，您现在的诉求是什么？补偿点稿费这都没问题，署名不可能呀。你知道，我这次能够谈到这个价钱，很大原因是因为我们手上有了这些署了 KK 名字的作品。我怎么可能在这个时候再署上一个小画手的名字呢？我之前帮马总拟的那份合同已经规避了画手署名的问题。署名是画手对作品的贡献而定，这里面的解释空间是非常大的。哎，这次不一样，这个故事创意本来就是丁丁丁的。啊，对，他就是那个带头的。他跟 KK 什么关系？他一开始呢，他同意让 KK 带着他一起创作，画风呢模仿 KK 的。我当时确实也同意了给他署名了，可谁知道画完之后 ，KK
又坚持说这作者署名只能是他一个人，我能怎么办？所以，你本来想找个软柿子来捏，结果没想到，这次碰上了个硬骨头。不能这么说，这审时度势嘛。这个丁丁丁签的什么合同？还是你给的那份画手合同吗？不过这小丫头手里保留了大量的画稿，足以证明她的贡献度值得一个署名。那这个画手为什么会愿意和 KK 一起合作，还同意把自己的创意贡献给作品？他就是 KK 的一个粉丝啊。当初说只要能够跟 KK 合作，可以，不要稿费，不要署名。马总，关于这一点，你能拿出证据吗？展医生，哎，展颜，扎主任的那个手术 CT 片子给我看一下。啊，又来？大家都清楚了吧？好，就按照这个方案，大家准备手术吧。什么情况？翟医生，子睿，病历。小展，你不是去外地放假了吗？看你这打扮，刚下飞机啊？病人方小雅，16岁，因为腹痛来的医院，经我们检查发现是胰头占位性病变。你的意见呢？扎主任带我们开了术前讨论会，大家出的方案是做1 12指肠的切除。会议记录。这儿。我听说展医生又抢了扎主任的手术。展医生的方案太冒险了，抢了也不一定是什么好事儿。那他图什么呀？国外现在不是空出来一个副主任的位子吗？蔡医生和展医生都是后备人选，你说他图什么？讨论什么呢？你们要是懂手术方案，你们不也是医生了吗？有时间咱不能好好干活吗？少讨论点别人啊。3床的病人啊，可以提前出院了，恢复得不错。别想，我更看好你。谢谢扎主任。程度缝合，子睿你来。是。这是一场考验医生水平和责任的手术。展医生圆满地完成了手术，靠的不是运气，而是实力。我希望大家既要学习展医生为病人考虑和负责任的态度，同时也要不断地提高自己的业务能力。
在这儿。一回来就进手术室啊？不然看着扎主任把别人器官切了。术前讨论我参加了，说实话，扎主任的治疗方案也是可行的。再说了，你没有必要为了一个手术把前辈给得罪了。可行是可行，但也不是最好的。我既然要为病人考虑，我就不能老做老好人。雨潇，这就是我俩最大的区别。哎，行了，跟你争了。我可提醒你啊，在医院里面，成者为王。马上要考职称了，论文准备的怎么样？正在写，还要费点心思。如果需要我帮忙，你随时开口。不用了，毕竟名额只有一个，大家各凭本事，公平竞争。其实咱俩早晚都是副主任医师。要不这样，这次我不跟你争了，你先，下次到我，行吗？这可不是什么推来让去的事儿。你这人性格就是固执。哎，你搞的那个什么潜水医疗中事故案例搞得怎么样了？我包了人家车上了。啊？这不是胡闹吗？哎，丁丁，丁丁，哎，丁丁，你快下来呀！鼠苗我们不要了。是啊，丁丁，下次吸取教训就好了呀。我知道你们不敢反抗，我理解，但是我们不能再这么被欺压了。马宝明，你这个无良出版商，签订不平等合约。霸占画手劳动成果，让画手变相卖身，最后连个署名都不给。画画是我们的追求，也是我们谋生的职业。是，我们小透明要吃饭要生活，但也要有尊严有底线。怀胎10月一朝分娩，现在把我孩子抢走，还不让跟我姓，天底下有这样的道理吗？这么年轻，大好的青春年华，别说不看，千万别冲动啊！走，拿铁条。罗律师，你可算来了！我就说嘛，这个丁丁丁就是个硬骨头啊！没想到小偷们全用到这种地方了。我就是想找个人把他稳住，结果没稳住了啊！哎呦，可毁了！就这么一会儿功夫，这直播间快10万加了都！哎呦我的天哪！罗律师，我的公司全拜托你了啊！罗律师，你能出多少？10万，最多10万了。罗律师，你自己上去吧，我就不上去了啊。你是当事人，你不去？不是，我是怕我一上去，万一再刺激到他。你是我律师，你全权代表我跟他谈，好吧？好，拜托。展颜，你表妹，你表妹要跳楼了！别瞎说，什么表妹？丁丁，想起来了，丁，名字好记的。反正今天呢，我一定要跟马宝明怎么是他？哎，怎么黑了？妈呀，跳了！你想什么呢？人命关天事儿，你怎么一点都不紧张？通知急救科，我跟他们一起去。我希望网友啊，有跟我同样遭遇的人，一定要大胆。你谁啊？你别过来，过来我就跳。我不过去，
我是你们公司的法律顾问，我姓罗。马宝明呢？让他来谈。你有什么诉求可以直接跟我说，我全权代表马总。我的诉求很简单，给所有画手追加署名，补偿稿酬。哦，还有，公司这么多年压榨我们的血汗钱，全吐出来。这样吧，你先下来，我们换个地方好好聊聊。我不，就在这说。你可能看不清楚，但你一定可以听见。凯凯，我真的太喜欢你的漫画了，你就是我的偶像，你知道吗？只要能跟你一块学习，跟你一起合作，不要稿费，不要署名，我都愿意，都行。只要能够向 KK 老师学习，没有署名，没有稿费，你都可以愿意。不是，这是寒暄客套的话，怎么能当做证据呢？先不管这个视频里面的内容是否符合口头约定，就这本漫画，你提出了一个非常常见的观点，具体内容、人物设定，都是 KK 老师和大家集体讨论的结果。那画稿数量呢？那我画的最多，就算不能第一署名，那也不能没有署名吧？这是你模仿 KK 老师画风画的，也是你们在创作之初就共同商议决定的。这本漫画里面，不管是线条、用色，还是人物造型构图，都具有 KK 老师独特的风格，这些都是受到法律保护的。不是，这是马宝明同意的。好，我知道了。所以马宝明是一开始就挖好了坑，根本就没想给我们署名，对吧？你不要再说了。你如果真的想要跳，不会等到直播间的人数超过10万再跳。你什么意思啊？你在逼我吗？实话告诉你，你跳楼不会对公司造成任何影响、任何损失，只会给这本漫画带去热度。在这个信息爆炸的年代，你跳楼这样的新闻，过不了今晚，就会完全被淹没，你的死会毫无价值，毫无意义。你这人怎么那么冷血啊？我只是在帮你冷静分析而已。丁老师，我看过你的作品，你是一个非常具有想法、非常有灵气的漫画家。即便是这部作品里面没有你的署名，我相信，只要你不放弃，继续努力，将来一定可以创作出真正属于自己的作品。马总已经同意了，一次性支付给你10万的稿酬。真的？真的。那其他人呢？都会有。不同的作者要根据各自的工作情况再定。你先下来。你下来，我们马上就可以签合同。那我真的可以有自己的作品吗？来，把手给我。怎么哪儿都有你？不可以吗？我的包在你那儿。正愁找不到失主呢。把人扶起来。
市中心医院到付。谢谢。我们这算是建立联系了。跟医院建立联系，值得高兴吗？幸好他们来得及时。哎，没事吧？你要不要给他检查一下啊？ 艾瑞尔，上次给你的那个潜水包，你按照这个地址快递到付。找到失主了？嗯。你跟这美女还挺有缘啊，短短2天见了2面。美女？我看她证件照了。我看你最近审美水平下降了。送快递。哎，在里边是吧？好，谢谢啊。今天我们来学新的舞蹈，好不好？让我们用心感受节奏。小心！洋洋，你怎么了？洋洋，哎，这怎么了呀？怎么了，孩子？好像呛着了，好了吗？好像。来，我来。你来。哎，吐出来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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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洋洋？谢谢你啊，我都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太谢谢你了。没事儿，但你们作为老师，基本的急救方法还是要掌握一点的。你懂急救？啊，这是我们的罗老师，他刚才的意思是你是不是懂一点急救？哦，你说海姆立克法呀？我是追光救援队的，懂一些急救技术。你真厉害！咱们共同祝贺我们的高律师又签下大单，谢谢谢谢，恭喜高律师谢谢大家。老高，你现在可离合伙人不远了，谢谢简历啊。老板，你也得加油啊！向高律师学习。哎，你就别跟我假客气了啊！谁不知道你罗律师喜欢后来者居上啊？哎，这罗律师努力创业绩，也是为了律所。律所名利双收，大家脸上都长光，不是吗？是啊，你瞧瞧，我说什么来着？当着艾瑞尔怎么样啊？你就不能说一点罗本的不好，否则呢，他就马上变身这辩护律师，怎么样？驳你个哑口无言。
老何，什么时候给我安排个这样的搭档啊？艾瑞儿，要不你来我这儿吧，功劳全归你，我愿意做你背后的那个男人。你呀，晚了一步，我背后的男人满员了。公平竞争啊！我说老高，你别想着挖我墙角啊！这2年，你可没少干这样的事儿哦。彼此啊，这就对了啊！这竞争啊，使人进步。哎，这样呢，咱们律所才能有这生命力。大家说是不是？是。来，我说好了啊，今天可不能让老高给我站着出去，敬他酒。好嘞，谢谢。哎。聊2句。怎么了？之前我跟你说的方琴集团的年务总单标的很高，你有把握吗？你怎么不给老高呢？他不是差一单就升合伙人了吗？哎，你要是不干，我就找老高去。好。老狐狸啊！他呢，现在人在凤溪度假，你抓紧去一趟，越快越好。好。你们几个一定把他安全送回去啊！哎，好嘞，注意安全啊！记住我搭档的事啊！好嘞。那我也走了，记住我跟你说的事儿啊。放心吧，那我也先走了，拜拜。你送我。罗源已经下班了，我得赶紧回去。你把罗源看得也太紧了，像他们这年纪的女孩子，下了班可都有约会的。罗源跟普通的女孩不太一样，是你太宠着她了，你又不能照顾她一辈子，她将来也要嫁人，要谈恋爱，要过自己的生活，你也是一样。好，你说的都对，后面几天我都不在，我先去给罗源准备一些吃的，明天见啊。您需要什么？我这个和这个面包。好的，收到。哎，你干什么？删掉。删什么呀？删掉。删了。星空垃圾站。全删了，不信你看。你在搞什么？他在偷拍你。喂，不用谢谢我。我说的是你刚才为什么没有直接报警？APP 公安110了解一下，而且刚才那个人已经把拍你的内容全部都删掉了，为什么还要在他身上浪费时间呢？先生你好，您的面包。谢谢。不好意思，各位，今天面包全部都已经卖完了，不好意思。对，被这位先生都买光了。那我们回去吧。你一个人买了所有的面包，后面这么多人，你没看到吗？你只顾自己，这么自私的吗？我只是刚好排在他们前面而已，我不觉得有什么问题啊。如果说刚刚排在我前面的人把面包买光了，那我下次就会早点到，而不是在这儿抱怨。你要的话，我可以分你一袋。手机。手机。
你想要证据啊？话说你真的叫展颜吗？见了你3次，每次都板个脸，叫展颜。我最后说一遍，手机。求人办事是要拿出态度的，是要真正的展颜。对不起，对不起，是你？哦，您是那老师吧？嗯。这是您的。行，那您快拿上去吧。哎，要不我帮您拿进去？谢谢。谢谢。好嘞。哎呀，哎，这给您搁哪儿啊？这儿行。哎呀，我去，呵，挺沉。啊，我不用了，谢谢啊。啊。你进去洗洗手吧。我这送完这单就下班了，我回去再洗。哎，那我先走了。要不我还洗一下吧，抱歉啊。哎呀，在里面。放下！啊，你谁啊？你好，我是来送快递的。我送快递的，送快递跑到我家洗手间来了，啊？您听我解释，我真是来送快递的。解释什么呀？圆圆，先进去，去报警。哎，不是，别报警啊！你冲什么冲？我跟您说，我真是来送快递，这我不动，信不信我们东西我弄不了呀。哎，你干什么？保存证据。有必要这样吗？不好意思啊，我是名律师，职业习惯。姓名？熊飞。工号多少？我刚才都跟您解释了，这只是个误会。抱歉，你如果不配合的话，那我就报警处理了。工号多少？3310-151。现在可以走了吗？好了，你走吧。对不起，对不起。圆圆，我跟你说过多少次了，不要随便给陌生人开门。你知不知道刚才有多危险？他但凡是个坏人怎么办？你要向他道歉。我向他道歉？不可能。
圆圆，圆圆，圆圆，我知道你善良，哥这么做也是为了保护你啊。你总是把每个人都当成是好人，最后吃亏的是你自己，你知道吗？哎，好了好了，别生气了，哥给你买了最爱吃的面包，啊。你根本就不了解情况，他是好人，他今天还在学校里救了一个窒息的孩子。你跟他早就认识了，我怎么不知道？什么时候的事儿？我不想和你说话。圆圆，好了，你过来，坐好。你看，这个呀，是哥哥专门找设计师为你设计的。它呢，是一个哨子的设计。哥哥想着，你要是遇见了什么困难，遇见了什么危险，你又有一个哨子可以吹。哥哥一听见哨声，就会过来找你。帮你戴上。你看，多好看啊，是不是？哥哥永远都是你的保护神。不生气了吧？你瞧瞧你，就是小姑娘脾气，收拾衣服干什么？还想离家出走啊？不是，凤溪特殊教育学校请我去授课，明天就要走。凤溪，正好呀，我明天也去凤溪出差，我跟你一起去。你车票买了吗？我赶紧让艾瑞尔改签，我现在就让他改签，我跟你一起走。我好好跟你说一说这个社会的险恶，不然你根本就不知道。圆圆，这景色真不错啊！哎，咱们聊完工作来这爬山怎么样？抱歉，我在给罗源发信息。你刚刚说什么？你这当哥哥的呀，对妹妹掌控欲太强了，她早就受不了你了。这次一个人丢下你去学校，也真是够解气的。谁让我是他哥哥呢？哎，你别说，有时候我还挺羡慕罗源的。这丫头怎么还不回我？罗源已经是大人了，他可以照顾好自己的。好，我知道了，我这边忙完就过来找你啊。进来吧，安静。同学们，这是学校特意从临江请来的罗源老师。罗老师虽然年轻，但教学经验很丰富，相信同学们
一定会喜欢他的课。大家鼓掌。同学们喜欢跳舞吗？我们的耳朵虽然听不到音乐，但是我们的身体可以感受它的节奏，我们的心灵可以感受它的美好。大家做得非常好。罗老师，坐下吧。又是你，又是你啊！这个孩子。这才生活嘛！请进。院长，这是我的报告。下周的全国普外科学术交流会，我想去。你呀，在学术研究方面一直很用心，可在对待患者上，也应该注意沟通方式啊。我知道，上午有人投诉。据说，还是你告诉人家投诉是怎么走的。态度的确有些欠妥，但我也没有办法看着病人错过最佳的治疗时期而无动于衷。院里想给什么处分，我都接受。哎，雨潇啊，到我办公室来一趟。哎呀，全国普外科的学术交流会呢，在我们市里召开。雨潇，你代表我们医院参加并发言。院长，为了这个会议，我准备了很久，而且是我先提出申请的。是啊，院长，展医生确实比我适合。谁申请就让谁参加吗？蔡医生来我们医院的时间更长，临床经验更丰富，他代表我们医院非常合适啊。院长，您这个话就不对了。学术面前人人平等，不能搞论资排辈，谁的水平高谁上。你就认为你的水平最高吗？雨潇，会议你回去好好准备准备。好，展言，你回去好好反省反省。院长，我去说说他。展言，你怎么跟院长说话呢？刚才说的话不是针对你，别往心里去。哎呀，我还不了解你啊！你放心吧，到时候会议记录整理好了，我给你送过去。谢谢。哎，没事儿。好，哎呀，罗律师
球技很高啊。谢谢方董，请来。是第一次到凤溪吧？是啊。我跟你说啊，这儿的环境不错，而且这个球场是按照国际标准建造的。像我这个年龄啊，就要多运动。是啊。北京时间10点28分，凤溪县发生6级地震，震中距离省会城市大约60公里，周边地区有明显震感。凤溪地震属于浅源性地震，破坏程度非常高，灾情非常严重，目前伤亡正在统计当中。党和国家领导高度重视，地震发生后第一时间命令解放军战士和武警部队官兵立即全力抗震救灾。国家地震现场应急工作队与183人组成的国家地震灾害紧急救援队，共计216人奔赴灾区实施现场应急和紧急救援。中国红十字会迅速调拨了557顶帐篷、2500床棉被等救灾物资。卫生部派出11支卫生应急队伍，即将启程赴救灾区开展救援工作。拿着，当心点。经过院单位研究决定，本院将派遣医疗小组前往灾区支援。展岩担任第1组组长，蔡玉娇已担任第2组组长，前往支援。院长，我申请加入第1批。展医生是女同志，我打头阵比她更合适。展医生有着丰富的灾难救援经验，他去是经过院单位慎重研究决定的，绝不辜负领导信任。刘主任，我是辛申，追光救援队一切准备就绪，申请去凤溪参加救援行动。同意你们的申请，切记要听从指挥。现在全国各地的救援队正在赶往凤溪的路上，
必须统一调度，才能确保救援工作顺利有序展开。明白。我现在正在赶往凤溪的路上，有新情况随时沟通。是。出发！怎么样了？联系不上罗源，我得去找他。你疯了！方董，哎，麻烦你照顾一下艾瑞尔。好。凤溪地区消防部队10一时间赶赴灾区，成为第一批出现在救灾现场的专业部队。空军已派出了大型军用运输机、民航大中型运输机，分批将解放军战士和武警部队官兵空运到凤溪灾区。你好，请问凤溪特殊教育学校怎么走？还在里边呢，别往前走了，余震不断，太危险了。有人吗？孩子，能听见吗？孩子，你坚持一下，叔叔这就来救你。通知大家动作快点，尽快赶到指定位置。好。孩子，
叔叔去找人，一起来救你，啊！叔叔，你别走，别走，我害怕。我马上就回来，坚持住啊！有人吗？有人吗？这边有个孩子，快来救人啊！孩子，孩子！医生，轻点。医生，快看一眼他，快看一眼他。小木，谢谢，先不用了。确认出血位置，德瑞，准备手术。姐，姐，你怎么在这儿？我出来散心。手怎么了？逃命的时候跑太急了，不小心摔了一跤。一会儿自己去找护士包扎一下。等他们医院转送病人的车来了，跟着一起回去，不要给大家添麻烦。我手术去了。哎，你不要把我一个人丢这儿。孩子，孩子，你还能听见吗？孩子，孩子，你陪叔叔说说话，好吗？你叫什么名字？我叫乐乐。乐乐，好孩子，你身边还有人吗？妈妈，妈妈在。妈妈可以说话吗？妈妈睡着了。乐乐，妈妈太累了，你就让妈妈好好睡一会儿。乐乐，你别哭。叔叔给你讲个故事，好吗？乐乐，有个和你差不多大的小男孩，他和你一样，小时候经历了一场特别严重的地震。他爸爸妈妈还有他都被埋在了倒塌的房子里，四周都是黑的，什么都看不见。他当时也特别害怕，所以他就一直哭，一直哭。妈妈，我怕。不怕，儿子不怕，妈妈在呢。放心，救我们的人已经在路上了，别怕。他们会找到我们吗？会的，一定会的。不过他没有放弃。乐乐，后来他被救出来了，他活了下来，而且他还多了一个妹妹。他过得很幸福，很开心。所以你相信叔叔，你也不要放弃，你一定要坚持住，你一定可以得救的。圆圆，乐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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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别睡，乐乐，
你别说了了。等等，等等，这下面有个孩子。停！你们什么情况？他叫乐乐。哦，刚才我一直在跟他说话，但是现在没有反应了。熊威，他撑不住。熊威，用手眼探测一下里面的情况。是，孩子，孩子，你能听见我说话吗？你能是那个快递员吗？等等，这个角度有盲区，最好换个角度再测一下，防止破拆时发生二次坍塌。你还挺专业啊！左边一点，左一点，好。结构不算复杂，大鹏准备破拆。是。丽英带着大家火速赶到指定位置，我们马上过去跟你会合。明白。其他人跟我走。是。乐乐，撑住！血止住了。你来缝合，我去下一步。好。大鹏，你马上把孩子送到附近的医院。是。悟空，下。这位先生，你最好马上离开这儿，这儿很危险。其他人跟着我，我们去跟丽英会合。队长，你们先走，这里就由我们来处理。好，交给你们了啊。医生！大鹏，什么情况？刚救出来的，叫乐乐，他妈临死前还紧紧护着他，好不容易才分开的。跟我来吧。
小心小心！快走！你好，请问您有见到一个叫做罗源的老师吗？他被救出来了吗？是临江来的那位老师吗？对，就是他。他在哪儿啊？他今天救孩子去了，还没出来呢。这里不能进，太危险了，请相信我。放开我！你冷静一点。队长，李英，现场什么情况？地震的时候，由于大家反应比较及时，绝大多数老师和学生都跑了出来，只有一老校长和一个临江来的姓罗的老师，因为抢救听见的学生，所以被埋在里面。好，你看，位置确定了吗？还没确定，不过正在缩小搜索范围。青年队长，我妹妹她还在里面，我求你救救她。罗源，我们正在搜救。队长，我妹妹她说不了话，但是她能听得见。说不了话？对，她说不了话。这个信息很重要，被困者不能说话，会通过其他方式跟我们沟通，墙壁、管道、石头、口哨都有可能，大家特别留意一下，分头行动。是，队长。确定位置，好。有人吗？有人吗？罗老师，罗老师是你吗？那就好，别怕。我们一定能活得出去，肯定会有人来救我们的，啊！别怕，我这儿很好。就是稍微踩了点儿，我得保持体力。现在不能跟你说话了。对了，我就在你下面的位置，我们做着伴儿呢，别怕，啊，别。没关系，会出来的。圆圆，圆圆，你听得见吗？圆圆，你别怕。哥哥马上来救你！你受伤了吗？你再坚持一会儿，哥马上来救你。队长，我妹妹她受伤了，你们快去救救她。我们会尽全力把你妹妹救出来。谢谢队长。能听见吗？我们是追光救援队的，现在来救你们了。我们是追光救援队的，
现在来救你们了，能听见吗？护士，我什么时候能下地啊？别着急啊，你先等一下。谢谢你啊，护士。怎么鸡蛋面不吃呢？你不饿吗，乐乐？姐，我跟你说，这孩子半天了，不吃也不喝，给他漫画他也不看。这个牛奶是专门为你热的，趁着热，喝一口好不好？哎，你不喝我喝了？我真喝了。这样吧，你相不相信姐姐是个魔术师，可以给你变个魔术？你看，一只小蝴蝶。传说很久很久以前，蝴蝶最喜欢吃的食物就是牛奶，还有黄油。所以为什么蝴蝶的英文名叫 butterfly？ 蝴蝶们呢，吃了牛奶和黄油以后，就长出了一双彩色的美丽的翅膀，保护它们在大自然中坚强地活了下去。那乐乐要不要也像蝴蝶一样，保护自己，保护别人，坚强一点？姐，你对小朋友可比对我温柔多了。展颜，那边有个病人需要你去看一下。好，看着点儿。放心吧。要不要吃点面？来，你看这面可香了。来来来。有信号了，我看见了。我在我姐这儿呢，不用担心。我姐好好的啊。哎，你就不能先关心关心我？我是你亲女儿吗？我。哎，你让爸多煲点馄饨，我就快馋死了。啊，不说了，挂了。啊，不能说挂，不能说挂。亲爱的妈，再见啊，拜拜。喂，文博哥，啊，不好意思，我这在灾区呢，手机一直没信号，现在刚通上，有点儿。哎，你那音乐稿的信息我看见了。嗨，不是，我出来散心嘛，正好撞上了。你等我啊，我那个明天，我最晚后天就能回去。好嘞，行，快了啊，再见。
姐，医院的车什么时候能来啊？今天能来吗？我也不知道。我还有手术。哎。 不是明明，你不是说都联系好人了吗？怎么到了一个接应的人都没有？这儿信号不好，我联系了，人家说来不及派人接应，让我们先把货卸帐篷里。哎，胖子，李健。哎，这帮人呢？哪位？你是临江的？哎，咱们是老乡哎。你也临江的？嗯。你这是来献爱心的？哦，我是来提供物资的。补给上去了，前线才有劲儿嘛。哎，你回城吗？回啊。可是我这一车货，我这一车货还没卸呢。没事儿，我帮你吧。你行吗？我又不是吃干饭的。可以啊，有那么点架势。我叫周明明，你呢？我叫丁丁，来接一下。我打个电话。啊。不是你们什么意思啊？货也没卸，还把我车开走，有你们这样的吗？你们给我等着啊！我回去教你们怎么做人。罗老师，是校长吧？
校长，我们是追光救援队的，你坚持一下，现在来救你。你能听到我说话吗，校长？队长，我妹妹腿被压住了，现在腹部也受了伤，到底受了多重的伤，现在还不能判断。你们能不能抓紧时间救人呢？看得出来，你懂一些应急救援方面的知识，那就更需要冷静。我们要根据被困者的具体情况，制定一个安全有效的救援方案。可是被压在下面的人是我妹妹，她现在危在旦夕，你让我怎么冷静啊？你们制定这个方案还要多久？能不能再快一点？我知道，你们做公益救援不收钱，但如果你们把我妹妹救出来，我一定会向你们队里做捐助，捐多少钱我都可以。这位先生，不管是救你妹妹还是救其他人，我们都会全力以赴。还有，我们冒着生命危险搞救援，不是为了募捐。悟空，是，马上请一个医生过来看看。明白，快点。我给咱们灾区啊带点东西过来，都在这儿。嚯，这都是你卸的？姑娘，你可真是条汉子啊，佩服佩服！我替灾区人民谢谢你啊。你休息会儿吧。哎，你好，你清点一下。好的，谢谢您对凤溪灾区做的贡献。不客气啊，小意思。没事，我呢不用休息，我都想好了，回去呢在车上睡。哎，你开车没问题吧？你现在就要回去啊？你不是也要回临江吗？我是要回去啊，但不是现在。啊，你不说了把货卸了就回去吗？哎，这话我可没说啊。我问你回不回去，你说肯定走。但我没说什么时候走吧。不是，那你坑我呢？哎，是你自愿帮忙的，我可没逼你。好，我是自愿出这份力的。那你什么时候回去？我能跟车吧？跟车没问题，至于什么时候回去嘛，短的话3天，长的话就不好说了。我既然来了，总得为灾区做点什么再走吧。3天，那不行，那什么事儿都耽误了。你要是这么着急回去，那就搭别人的车吧，我可保证不了你的时间。不是，哪那么巧能碰上刚好回临江的车？你这屋子都已经下好了，你就跟我一块回去呗。反正你留在这儿也做不了什么。我怎么做不了什么？这物资到了，正是打硬仗的时候。大哥，你看一下这儿，这需要的是生命救援，而且我负责任的向你保证，你待在这儿不仅什么都帮不了忙，而且还会帮到我，你信不信？那我还真不信了。哎，你不信你就试试，我保证你在这儿待不了1天，就得哭着喊着回去。试试就试试。来，小心点。兔子别怕，爸来了。谢谢你们啊！谢谢你们，别怕啊。好，没事。执笔，加油！快！这个位置太特殊了。怎么了？现在任何一点挪动，都可能危及被困者的生命安全。做一个支撑，最快的时间需要3个小时。他们2个都有伤，我怕不会的。队长，我妹妹她才26岁，她喜欢孩子，喜欢跳舞，她美好的人生才刚刚开始。我答应过爸妈，一定会保护好她，我不能让她有事儿。你们。好，你们不去，我去。高先生，冷静，放开我！高先生，冷静，我不能让圆圆一个人在里面。罗先生，你冷静一点。我们现在需要医生的专业指导。等医生来了，听医生怎么说，也许情况没我们想象的那么糟。
小严，有2个人被压在下面，而且都受了伤，需要你进去看看。我也要去。别太危险了，你去只能给我们添乱。我妹妹她不会说话，就算你们进去了，也没有办法跟她交流，所以我必须要进去。让她去。好，熊飞、小严、罗先生，你们3个下去。下面的建筑结构很不稳定，你千万不要乱动，一切听熊飞的指挥。我明白，为了我妹妹的安全，我不会乱来的。小严，你也注意安全。知道了。跟紧我，大家准备吧。是。小心啊！熊飞，等一下。啊。罗律师。罗律师，你还好吗？罗律师。啊，我没事。走。校长，校长。他怎么样？脚上的伤我不担心，我比较担心他的脾脏，要尽快手术。那他怎么办？现在还来得及吗？尽快救出去就来得及。校长，校长。从现在开始尽量不要动，保持体态和体位，节省体力，直到救援完成。相信我，你会没事的。展医生，你快来看看校长。好。那我妹妹怎么办？陪着她，不要动。展医生，没事的啊。展医生都说了，你会没事的，啊，很快就好起来了，啊，坚持住啊，校长。校长，校长，校长你怎么样？罗老师，他很好，您放心。那我就放下心了。圆圆，哥哥一定会找最好的医生把你给治好，你的腿会没事的。你将来还可以继续跳舞啊，也可以去国外的特殊教育学校继续深造。你以前不是总说哥哥管你管得太多了吗？只要你好起来，以后你想做什么都可以，尽管去做你喜欢做的事情，哥哥都会支持你的。只要你好起来，只要你开心就好，好不好？圆圆，圆圆，翟医生，翟医生，圆圆她咳血了，翟医生，圆圆，圆圆，别管我，快去看看罗老师。我给您打针止疼针。别管我，不要再浪费时间了。我的情况我知道，
去救了饶老师。他是我亲爱的。 放心，我一定把他救出去。服了。圆圆，没事了啊。 展颜，展颜，这台手术我主刀，您辅助。好。初步判断脾破裂，其他脏器压迫性受损，受损程度不确定，没有时间准备了，条件也不允许，所以我希望你拿出最好的水平。是。展医生，我妹妹，她就拜托你了。 刘主任，追光救援队已经完成了凤溪特殊教育学校的排查和救援工作。我们安全转移了137名师生，救出被埋师生3人。非常遗憾，有1名老师因为伤势过重，去世了。现在还是生命救援的黄金时间。我知道，虽然你们很辛苦，但是我还是得给你们安排任务。 刘主任，你说什么任务？现在主力部队都在重灾区，你们还是要发挥自身的优势，以凤溪特殊学校为支点，在周围展开排查救援。离学校800米有一个农贸市场，要作为一个重点。好，接受任务。你和队员们一定要注意安全。刘主任，你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全体集合，下一个目标，凤溪农贸市场。你去那边，随时保持联系。好，你们去那边，你们去那边，跟上啊！跟我走。哎，好嘞，好。都小心脚下，注意脚下，注意脚下。去那边看看，那边有人。这边有一个。走，快点。有人，有人。扶出去。对，快点扶一下。小心。来，过来，这边还有一个。 确认一下，小心啊！小心这些砖头！哎，小心，小心的手，都小心点啊！慢点，慢点，注意，不要压着。来个人，过来一个，来，小心，让一让，慢点，坚持住啊！坚持一下，马上就救你出来啊，兄弟！再坚持一下，小心点，小心点。 胳膊，来，快点把他背出去！快，把他抬出去！你这个地方固定一下。快点，快点啊！来，小心点手。大把手！慢点，小心，小心。
慢点！哎呦，啊，哪来的小宝贝儿啊？我，哎，问问谁家的？行，要是没人要，给我照顾好了。行，我的盒饭给他吃了。哎，来，慢点。怎么回事？这显示就是人的生命信号啊！不对，那肯定还有人。晚上，有人吗？谁呀？你干什么？是你？什么我干什么？我在救你啊！万一于正来你就被埋里头了，你知道吗？你才被埋里面，我找电脑呢，大哥，我这好不容易快够着，你一来我又得重新弄。我怎么每次碰到你都那么倒霉啊我？哎，你还往里边钻，你不要命了？我要电脑。电脑重要还是命重要啊？电脑就是我的命，知道吗？里面全是我的手稿，都是我的心血。行，你要做事随便你啊！一会儿于正来了，我可不管你。哪这么巧？哦，我刚进去，于正就来了。害怕吗？不怕。好像过去了。手术继续。吓死我了！是不是受伤了？血。哎，你血！等。爸爸，妈妈，爸爸！罗先生，你不要太担心，展医生会尽全力救治的，你妹妹会没事的啊。对了，老校长那边安置的怎么样？都安置好了。老校长很清楚当时的处境，也算是走得安详。如果可以，我愿意为他做点什么。但是我当时，我理解你的心情。我们活着的人，就不要辜负他，好好接受他的善意吧。你之前接触过地震救援？我只是对这方面的知识比较感兴趣。还有多远？我走不动了，我头晕。你晕我还晕呢，这一路差点没把我累死。哎，我就想不通了，你晕血，你当什么志愿者啊？你有钱多捐钱，跑灾区来干什么？我还不是因为你受的伤吗？哎，
你要不多管闲事，我就拿他电脑了。我拿电脑你就不用进去了，不用进去你就不会受伤，不会受伤，你会来上我。说到底，万恶之源就是你自己。我不管你说什么啊，反正我是因为你受的伤，你得对我负责，不能把我丢下不管。负什么责？动手把你交给医生不就完了？看你这样，开不了车。唉，我还是自己想办法回临江吧。快点。那有医生。医生。医生。哎，快点。稍等一下，我马上给你处理。叮叮叮。医生。医生，这他受伤了，你麻烦帮他处理一下吧。丁丁，你怎么在这儿？姨夫，你在这正好，你帮我看他这腿好严重受伤。坐下来，我看看。你怎么在这儿？你们两个认识？姨父，我跟你讲，这个律师啊，他帮着那个无良出版商坑我，我画那画连个署名都没有。我们那是叫按合同办事。你少给我提你那合同。哎，我打扰一下，你把文远能不能回头再说？我血都快流干了，各位。哦，姨父，你稍微注意点，他晕血。忍着点儿，我得用碘酒给你消消毒。啊，疼！您是医生吗？我不是医生，但你就是皮外伤，我可以帮你处理。好了，转过来吧。没血了？没了，都包好了。您包的这么好啊，比医生还专业呢。哎，大哥，你们是什么队伍啊？这制服我都没见过。我们是追光救援队啊，这是我们的队服。太酷了！我从小就羡慕你们这些穿制服的。哎，我可以加入你们吗？当然可以，但我们必须经过考核才能够加入。姨父，他就算了吧，你看他这样，手无缚鸡之力，胆小还阴血的，他救人还得别人救他吧？哎，你再这么讲话，我告诉你侮辱人格啊！哎，律师朋友，法律有这一条吧？刑法第246条，侮辱罪，听见了没？姨父，你看看，这人心术不正，他就算考上，你也不能收他。你姨夫说了又不算。哎呀，我姨父是队长，怎么着？李医生，我妹妹她怎么样了？手术还在进行，但是病人需要大量输血，我们的储备不够了。谁是 A 型血？我是 O 型，可以应急。我是 AB 型。有没有 A 型？最好还是 A 型。你什么血型？你是不是 A 型？医生可以抽他的。哎，可我还是伤员呢。抽点血又不会死，救人要紧啊！我已经流了这么多血了，我拜托你了，救救我妹妹。哎，丑话说在前面啊，你妹妹是无辜的，我们救人要紧，不代表可以原谅你。丁丁好了，我让队员们过来献血。好，你们先跟我来吧。赶紧吧。啊，谢谢你。你醒了啊？这是哪儿啊？野战医院啊！你抽完血就晕了。哎，不过你放心啊，给你喝了葡萄糖，医生说你醒了就没事了。那个，你在这好好休息2天，我得先赶紧回临江了。哎，你不能走，你走了谁照顾啊？要走一起走。不是，你怎么还赖上我了？我回去有急事儿。废话，你让我输的血，你不能走。松开！不松。不是你放。不能走。行，我不走。张医生，我妹妹她怎么样了？脱离生命危险了。谢谢，谢谢你。你要真想感谢的话，
就想着为灾区做点什么吧。老校长临终前还在关心罗老师和灾区的孩子们。好，谢谢啊。当年，老校长费了那么多的心血，好不容易才建起了这所希望小学，可现在就这么塌了。孩子们以后上学又要走远路了。村长，来。 这是我的一点点心意，希望老校长可以安息。我相信校长他也一定希望学校可以早日重建。凤溪地震发生后，解放军战士、武警部队官兵、消防官兵以及中国红十字会和民间救援组织纷纷组织前往灾区进行紧急救援工作，并在受灾区域展开排查、搜救，防范次生灾害。 转移受困群众，搭建帐篷，组织医疗救治点，现场救治群众。应急中心对各地通往凤溪的公路实施交通管制，保障应急通道，全面启动应急通讯，保证通讯通畅，部分地区通讯恢复正常。不是，我今天真的赶不回去。 就一天，你再帮我拖一天行不行？下次等到什么时候呀？我知道你已经尽力了。行吧，你下次一定记得找我啊。 小朋友，你们不能在这儿，危险啊！快快，你们在这儿干嘛呀？我们在找书。你们吃东西了吗？还没有。姐姐也没剩啥了，就剩2个棒棒糖了，你们吃吧，很甜的。谢谢姐姐。谢谢姐姐。不客气。 你怎么不吃呀？我妈妈腿疼，我想带回去给她吃。真乖。你们记住姐姐说的啊，以后书、玩具这些东西都会有新的，千万不能再来这儿了，知道了吗？知道了。回去吧，保护好弟弟啊。嗯。 伤口，这儿发现一个，过来2个人，等一下，坚持一下啊！来，这在哪儿？过来帮一下，你2个滚过来！1、2、3，来，那边，等一下，坚持一下。 坚持住！接下来，来这个翻开！快跑！有敌人！快撤！准备！
在都没合过眼，先休息会儿吧。缝合的部分交给我。 宝宝乖哦，妈妈在。妈妈，我以后是不是都看不见了？不会的，以后会好起来的。小陆，菜上来了。啊，找医生呢？哎呀，累坏了，那边歇着呢。 那我们排好队，一个一个来啊！来，下一个。展言，该进行下场手术了。嘘，睡觉呢。展言，展言让我这个得叫。你怎么在这儿？做好人好事啊。 你醒了？我跟第2梯队都已经到了。怎么，不相信啊？这位医生也看见了，他是我的目击证人。行了，跟我说说你们第1梯队的情况吧。你们忙吧。走。你别跟着我。谁跟着你了？这马路这么宽，凭什么说我跟着你啊？行，你爱跟跟吧。不是余震，胆小鬼，吓死我！谁胆小了？我是怕你害怕。我人太头晕了，我得赶紧想办法回去。你别跟着我。谁爱跟着你啊？哎，是谁跟着你了？ 车来了。哎呀，我看这一批伤员都恢复的差不多了。姐，有没有？姐，外面那车是不是你们医院的？是不是可以回临江了？姐，我表妹等车回去。啊，确实是，但是要运送重伤员，不知道能不能挤下你啊？哦，我站着也行，反正我无论如何我都得回去。哎，给我也留个位置呗，我可以付钱。不是你不是要留下当英雄吗？你跟我抢什么位置啊？不是因为你我才受的伤吗？不是你这人怎么那么烦？我怎么了？是不是因为你我受的伤吗？贾医生，
我妹妹是不是可以转回临江了？她在这一批的转院名单中。那你呢？你是这批撤离人员吗？怎么了？展医生是我妹妹的主治医生，对我妹妹的病情非常了解。如果能一起撤回去，那就是最好了。是。行，那我就放心了。让你去休息，你又来做手术。马上都要回临江了，能多救一个是一个吧。这次跟我们一起来的还有电视台的记者，想对我们医疗队做个采访，主任让我们配合。没时间，2个病人术后有反应，一会儿要去守着。你也知道，这种场合我不喜欢。行，那我帮你挡一挡。谢谢啊。这孩子这么小，天天是这个。你叫什么？好，不够了吧？3号帐篷是吧？对。好。叫什么？哎，姐，给你送泡面啊。还热的，就是泡的时间有点长，有点软了，你赶紧吃吧。哎，姐，你都不知道啊，在这排队打个热水有多难。我这好不容易排到了吧，哎呀，水没了，我又得重新排，太费劲了。你吃了吗？啊，等你的时候吃过了。热水来之不易啊，我把汤都喝了。谢谢。你别谢，你快吃嘛。哎，姐，我还记得小时候，那会儿我闯祸，然后我妈不让我吃饭，你就偷偷给我送吃的，你还记得吗？当时就这1桶泡面，你一口我一口，我俩吃的可香了。来，慢点。这边。小心一点啊！你先躺上去。罗老师，怎么样了？校长知道你跟孩子们没事儿，走得很安心。你好好休息，我先走了。哥，你还没有向他道歉呢。咱把药吃了啊。他救了我。哥哥知道，他救了你。好，哥哥这就去向他道歉，好吗？你好好休息，记得把药吃了，我放这儿了。
小飞，有事吧？这次你们救了我妹妹，恩情我会记下来。我们救人不是为了回报。谢谢你们。放心，这份情我会还给你的。但是，我不希望你跟罗源走得太近。您可能想多了。我没想多，或许你也没想太多。但是我怕罗源她会想多。她是一个单纯的女孩，我不希望她受到身边环境的影响。您放心，我跟罗老师本来就是陌生人，以后也不会再有交集了。好，那将来，如果你有什么法律上的事情需要咨询或者帮助，你可以来找我。跟着我进来吧。罗女士，你感觉怎么样？有没有好一些？蔡医生，能不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罗女士的情况？啊，罗女士，他们是临溪来的电视。你在干嘛？请你们都出去。是这样子的，我是临江医院的医生蔡玉霄，他们是临江的记者，想采访一下你的妹妹。采访？这里不需要什么采访，我妹妹需要的是休息，请你们都出去。啊，你别误会，他们只是想给关心凤溪地震的观众带回一些好的消息。好消息，请你先别拍了，把摄像机放下来。凤溪市民病的病，伤的伤，死的死。你作为一个医生，不去治病救人，跑到这里来做采访出风头，还有什么好消息？都出去吧。啊，既然这样，我带你们去外面看看吧。不好意思。没事吧，圆圆？别理他们啊。地震后的医疗救助工作刻不容缓，大家可以看到现场有很多这样的简易手术台。蔡医生，请问像这样的手术，您一天要做多少台？没有数过，只要有需求有病人，我们就做。蔡医生，您辛苦了，是您这样的辛勤劳动，才能挽救了这么多人的性命。是什么样的信念支撑着您呢？治病救人是我们医生的本职工作。蔡医生上了电视可真帅啊！他平时也帅啊，这次只不过保持了一贯的作风吧，同时还给医院长了脸，不愧是他。听见他用颤抖的声音说“救一个，再救一个”，我眼泪都要下来了。第一梯队工作的完成了任务，十分辛苦了。既然第二梯队已经到了，医院这边呢也离不开主治大夫。展言啊，你就跟转院的重症病人一起回来吧。是。我们现在来到了现场安置点了，我们采访一下现在的工作情况是怎么样的？乐乐，这展颜姐姐马上就要走了，以后其他的叔叔阿姨来照顾你，好不好？乐乐，哥哥以后空了会来看你的。嗯。乖。两条腿靠好了。
小心，等什么？他肯定是想说什么，他快不行了。兄弟，别睡啊！坚持住啊，兄弟！别睡。谁先坐？好，坚持一下啊，兄弟！出去。坚持住！救救谁啊？救谁？兄弟，兄弟！根据手机的线索，我们得知，逝者妻子被困在一个叫果崖的地方。除了他，很有可能还有别的受困人员。通讯组正在根据手机讯号确定现场位置。1个小时前给他发的消息，到现在都没有回，有可能是手机没电了，也有可能……既然是这样，那我们跟你赶过去看看到底是什么情况。队长，果崖找到了。啊，在哪儿？ 丰西市10公里外的卢龙县大乡村就是这里，但是根据卫星传回来图片显示，没有发现房屋的痕迹。道路交通情况怎么样？那边正在抢修，我估计现在出发最快凌晨咱们能赶到，而且对面的情况咱们不清楚，我建议尽快出发。那我们只能是走这条山路，对，到了崖顶之后锁降下去，这是最快的路径，人不能多。雄飞、大鹏，你们做好准备，跟我出发。是啊。 脚踩稳啊，后面，你小心点，队长。后边慢点。队长，队长，看，准备锁降。好，是。走。注意滚石，把通讯带上，安全第一啊！走。大鹏、雄飞，村头排查。好，我去后面啊。好。队长，啊！姑娘。 能听见我说话吗？哎，告诉我你伤着哪儿了？求求我，救救我的孩子！孕妇，来，孕妇进来。姐姐，这是送给你的画。谢谢宝贝，你要乖要听话哦。谢谢姐姐。
慢点。照顾好他啊！哎，等，啊，没位子了。挤吧，我回去有急事儿。定员乘坐，超员不安全，你们等下一批吧。啊！全体队员请注意，全体队员请注意，目标果芽，这儿发现一位孕妇，即将临产，急需产科医生救援。队里的医生请报备。飞鱼收到，飞鱼收到。我在基地，队里的医生都有别的任务，队里的医生都有别的任务。我可以去。您是？临江市中心医院外科大夫展言，大学时候辅修过产科，有过助产经验。那太好了，我马上向队长报备。队长，我是飞鱼。你就坐我的位子回去吧。啊，那你怎么办？有任务。先注意安全啊！怎么样了？展医生，果芽你可能去不了了。为什么？我们队长不同意。青山队长，我是展言。果芽产妇需要产科医生，为什么不同意我去？我理解你的心情，你是医生没错，但是你没有专业的户外技能。果芽的地形很复杂，你过来的话会很危险。其他医生去就不危险吗？好，请问你会锁降吗？不会是吧？到达果芽之后，必须从悬崖上锁降下来，所以我才要求网队的报废的医生过来执行这次任务。这下你明白了吧？虽然我不会锁降，但你们的队员可以辅助我。展医生，我们现在完全没有时间去培养一个不会锁降的身手，而且我们不能冒这个险。不可理喻。展医生，谢谢你啊！我再试试联络其他队员。我是国际医疗救援队队员，为了果芽产妇的安全，立刻送我过去。哎！我因为你受的伤，你总不能让我站着吧？你站不了就等下一班，这我姐给我留座。哎，你姐留在这救死扶伤，你好端端要逃走，同样两姐妹怎么做人的差距这么大呀？这你再叫，给你赶上。没事了，别看了，师傅开车吧。您不是之前干过医生吗？但我不是产科医生，我可以帮他，就怕临床特殊情况发生。咱能把他抬出去吗？不行，产妇的羊水都破了，经不起折腾。车能用吗？不行，根本用不了。救救我的孩子！要是有架直升机就好了。现在说这些有什么用？我打个电话。坚持一下。刘主任，我是青山，现在在果芽。啊？怎么呢？啊，太好了，知道了，知道了。飞宇，刚刚得到的通报，通往果芽的道路打通了，你马上派一个车把展言送过来。找车？我到哪儿找车呀？走吧。通往果芽道路抢通了，不用锁降了。队长让我找辆车送你过去，到哪儿找辆车？展医生，上车！报警了！展医生，这已经是你第2次搭我车了。你以为我愿意吗？你平时都是这么跟人聊天的吗？分人。你不能一直抱着成见不放呀！抱什么？成见。什么？抱我。开路！
有其他的路吗？有啊，像青山队长他们那样，先徒步走过去，再索降下去。开什么玩笑？病人能等吗？展医生，玩过冲沙吗？玩过，怎么了？报警了。 再忍一会儿，再忍。大宝，来了！大宝，你们别吃他，医生已经到了，你再忍一会儿啊。怎样对不同程度的病人做初步的判断？我们要更注意的是，有些声音大的病人，并不代表他们就已经病情重危。今天的蔡医生也很帅呢。市民送花，媒体采访，门诊病人都挂他的号，都快成网红医生了。哎，你不准打他主意啊！我那是当正常大地颤抖，灾难降临，我又不是是你你挽救了生命，带来了希望，向白衣战士蔡雨潇致敬。蔡医生您好，我是《临江日报》的记者，想请您就这一次灾区的医疗救援做一次专访。不用，我们医生啊，职责就是治病救人，所以你们可以多把视角放在这些灾区。哎，展言，你去灾区的时间最长，救治的灾民是最多的，接受采访的时候反而是他。采访这东西谁爱接受谁接受，我本来不稀罕，也应付不来。你必须就得应付。这次你代表的可不是你自己，是驰援灾区的第一医护小组。什么意思？你不知道吗？院里要评选一个优秀团队，你这要不争取，照这架势，肯定是蔡雨潇他们二组的呀。凤溪地震发生后，各级领导、各大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各地民众纷纷行动起来，通过各种方式给予灾区最大的关注与支援。今天，本台记者连线了点石成金传媒公司董事长马宝平先生。马先生表示，当得知凤溪发生地震时，他第一时间为灾区送去了最急需的2000箱矿泉水、1000箱方便面，以表达他对灾区人民真挚的问候。正是因为有许许多多像马先生这样为灾区。马总，刚刚听到你给灾区捐款的新闻，打个电话表示敬意。说到底还得感谢罗律师啊，多亏你解决了叮叮叮，公司马上就卖了影视版权，又拿了融资。用矿泉水和方便面的钱，却赢得了最佳的宣传效果，不愧是马总你啊！这个。对了，马总，上次叮叮叮的案子，我有一个新的想法，想和你探讨一下。哦。喂，丁丁，画的怎么样了？在画呢。你可要抓紧了，千万别拖稿。我就是看你手快才跟你约稿的。放心吧，一定按时交稿啊。对了，伟，那个定金，这个我会尽快打给你的。哎，尽快是多快啊？喂，不，
这什么人啊？催稿这么积极，一提前挂电话。我去，这么快？哎，不对呀，我稿费没有10万块钱。马总，哎呦，丁丁丁啊，看来你还没有把我的电话拉黑嘛？怎么会呢？我还不了解你，嘴上这么说，不知道背后怎么骂我。哎，我给你转了10万块钱，收到了吧？你这钱就当是让我少挨点骂吧。马总，您不把话说清楚，这钱我可不敢要。万一您再设一个套是吧？让律师再告我，这我可玩不起。哎，这你可放心啊，给你这笔钱呢也是律师建议的。你这个小姑娘呢，虽说是做事情冲动了一点，但是人嘛还是蛮有潜力的。啊，我们以后也许还有机会再次合作呢，所以彼此多留点余地嘛，对吧？律师建议的。那个，等会儿马总，那这样啊，您把刚刚的话再说一遍，我录音存证啊。啊？姐，你怎么来了？我爸包了鸡汤馄饨，让你周末回家吃饭。周末我要加班，不过帮我谢谢小姨还有小姨夫了。你上回就说有事儿，你这回再不去，我妈还说我了。行吧，你什么时候有空？等我先忙完这几天吧。哦，对对对，姐，你帮我把这些分给急诊室的医生呗。就上回跳楼那事儿，我不是给大家添麻烦了吗？还不好意思啦。你知道反省的。哎呀，烦死了！我当时不是被逼得走投无路了吗？哎，不过真没想到啊，那个无良出版商良心发现，说要把什么影视版权分给我，10万块呢。天上没有掉馅饼的事情，你确定人家不是挖了个坑在等你？不会吧？他说是律师建议的，我都录音了。罗本，就是他。我觉得他帮我也是应该的。他妹妹不是做手术吗？我动员大家一块儿帮他妹妹献血呢。反正这回吧，我俩算是彻底扯平了。谢谢姐姐。哎，你有空回来吃饭。没事吧？媳妇儿，不好意思，睡懵了，做噩梦。媳妇儿，你推我干啥？我给你买了面包。掉下去的。什么自己掉下来？肯定是你推我。我没推。我自己开心吗？掉地上了。我没推你。我自己掉下去。我腰间盘突出，你不知道吗？你别打我！我跟你说，你不能再这样了啊！你是看到面包开心，还是看到哥哥开心啊？当然是你啦。快吃吧。哎呀，打个呼噜至于吗？你是哪个男人不打呼噜啊？啊！圆圆，他们一直都这样吗？哎，你看我这腰间盘，行了，我知道了，比以前更疼了。影响到你了没？会不会吵到你？我这声音够小了，不大呀。罗源，检查一下伤口恢复情况。别人考虑我的感受。你打呼噜声音太大了，你知道吗？打呼噜这事儿是我能控制的吗？啊？哎，要不这样吧，你找个医生，你给我治治啊！实在不行，你别让我喘气儿啊！不跟你说，我说什么都有。我也没办法呀，对不对？可以整一张。圆圆恢复的不错，谢谢你。这是我应该做的，不需要谢。不过丁丁丁说你帮他要了赔偿。反正又不是我出钱，我就当做是赠人玫瑰手有余香了。
看来你们律师可发挥空间很大啊。那也要看当事人的配合程度嘛。蒋医生，蒋医生，还有一件事情，我想请你帮忙。什么事儿？罗源需要静养，但是刚刚你也看到了，临床的2位病人实在是太吵了，已经影响到罗源的休息了，所以我希望你可以给他换一间单人病房。单人间早就满了。你再想想办法。这单人间满了，能有什么办法？你是医生，这个办法呢肯定是有的。你的意思是说，我们医院有病房，却故意不给你，让你找医生来开后门？你把我们医院当什么了？把我们医生当什么了？不就是换间病房吗？咱不用上纲上线啊。不是上纲上线，是实事求是。